欢迎来到健康生活尤其重要，我是你们今天的主持人，东海大学吴敏环吴教授，也是你的预防医学好朋友哦。那在我身边的呢是我们的世全哥，世全哥跟大家自我介绍，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福寿实业国文有限公司的特别助理，也是台湾植物油工会技术小组的成员，很高兴今天有机会来此跟各位说明油脂相关事项。是世全哥是这个我们这个植物油工会啊，他是大力推荐的，也就是说他是台湾这个顶级制油厂的这个元老级的人物哈，几乎就是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样子啊。所以我们特地呢请到世全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原来食用油也有所谓的社会责任，也有所谓的永续绿能环保的议题哦。哇，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哦，也是全世界现在呢都非常重视的，如何减碳绿能在地化。那所以我们今天呢就特地邀请世全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那世全哥，我们都知道说呢，我们食用油其实是我们生活中密不可缺的一个的角色哦。所以在食用油上面呢，它有哪一些的功能性哈，跟我们的人是密不可分的。这个请这个世全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食用油脂就是长久以来是我们人体的必需品，经常在日常的饮食当中存在，所以它对于我们人体，第一个它可以提供很高的热量，就是1克的油脂可以提高9大卡的能量，像蛋白质啦，或者是那个碳水化合物，对，他们只有提供4大卡，所以第一个它可以提供你很高的热能，第二个就是它可以提供你我们人体没有办法合成的必需脂肪酸，像亚麻油酸、次亚麻油酸，这都是人体没有办法合成，需要由外面的食物来摄取的。第三个就是它也是构成我们组织细胞或者细胞膜的重要成分。那当然它还可以携带油溶性的那个维生素 A、D、E、K 等等，这些让我们人体比较容易吸收运用。当然最重要就是你在饮食料理中，你加入了这个油脂，可以增加食物的色泽、风味，还有它的滑润感。当然油脂也可以增加我们的饱食感，这个是油脂对人体重要的地方。那如果你长期的缺乏，就是吃不够的油脂，会造成你体内的脂肪不足，所以就会产生营养不良，或者体力不支，或者是体重减少，就是没办法达到一定的热量需求，所以这个甚至有时候你会没有劳动的能力，所以这个油脂对人体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讲油脂，有食用的，有植物的，有动物的。那植物油脂它因为含有比较高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成分，所以让我们的它可以对人体有比较好的健康。一般建议在日常的烹调中，都是建议使用植物性的食用油脂。是，哇，这个果然是大师马上帮我们输出了很多这跟油有关系的这个讯息跟内容哦。也就是说，其实一般油品其实有点像双面刃，对不对？就是大部分人听到脂肪，我都不要，要减肥。可是偏偏呢，就是刚刚世全哥就说到，油品又是每个人必须的，而且是不可或缺的存在。那绝大多数的油，身体的油的这个脂肪的来源呢，都除了食物以外呢，其实我们在蒸煮炒炸的这个食用油也是我们每天在厨房里面必须去选择的一个来源所以其实世全哥在这方面就是我一个大师所以我们就顺便请教一下，以台湾来讲目前呢，像这样的一个国产食用油它大概在占比排序上面有哪些油品是名列前茅的？那可不可以稍微跟我们介绍一下台湾的油品？这刚刚讲说那个植物油脂是比较健康的，比较可以对人体比较有益。
其实我们刚刚讲说，日常饮食当中，你吃的鸡肉、你吃的鸭肉、你吃的鱼、你吃的猪肉，里面都有油脂。对，跟我们人一样。那些都是动物油脂，所以你建议你在炒菜啊、那个烹调啊，就不要再用动物油脂，因为我们吃进去的隐性的动物油脂已经够多了。这是刚刚稍微补充一下。那让大家知道说，我们2022年台湾的食用油脂的产值啦，就是297.5亿。哇，那对，那比去年成长了17.5个百分比。那为什么会成长那么多？第一个就是温室气体的效应，让谷物生长就不太顺畅。那另外一个就是俄国跟乌克兰的战争，那产生很大的造成这个乌克兰的很多葵花油没有办法外销，所以整个使这个油脂的价格往上涨了，比去年涨了17.5个百分比。但是实际上油脂的产量，在食用油脂的产量是比去年减少了4.7%，就是量减少了，但是单价增加。那其中我们这个食用油脂的这个供应量大概是85.7万公吨，那其中有31.3万是进口的，那其他的54.4万公吨是台湾制造。那台湾制造最多的就是大豆油，大豆油大概占了64%、65%，是34.6万公吨。这是一个给大家知道，本来比较早期，大概10-20年前，台湾的植物油制造的植物油几乎都是大豆油。那最近那个有一些进口比较多的棕榈油进来，所以台湾的大豆油的量有稍微往下减少，但是它还是台湾最大的食用油脂。那进口的有棕榈油、有葵花油、有芥花油。那这个进口的油品里面，棕榈油最多70%。现在市面上你看到的很多在油炸的盐酥鸡啦，或者是大型的工厂啊、泡面工厂啊等等，这些用的都是棕榈油。是哇，你刚刚听起来就是说，其实油价是很容易随着整个世界趋势产生很大的波动。那台湾人其实很幸福因为我们在台湾其实反而没有感觉到这个油价有太大的一个起伏其实这个也都是有赖我们这个食品公会在做一个很好的调整，让它在起伏的时候不会让一般的消费者觉得有太大的压力，这样子这个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像我们刚刚其实就有讲到说，像不管是棕榈油啊，或者是我们芥花油啊，像这一类的这种植物性用油啊，它其实跟我们的原物料的取得，然后到底呢，它跟永续的关联性其实这几年是非常的热门，因为永续这个议题大概全世界接下来10几到20年都会往这边发展，因为这就跟我们的地球有关，我们就只有一个地球，对不对？所以其实就像志全哥说的，就是食用油又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所以在这个上面呢，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跟改变？永续发展这个是刚刚主持人讲的，可能这未来到2050年之间，所有国家企业都是要积极投入这个永续发展的事业了。那2050年听起来很远，可是很近马上就到了。这样，我们假设算等于几乎后面30年，大家所谈论的都是永续的问题。那因为这个2050年，联合国发出了说要净零排放，就是说你的到了2050年的所有的这个二氧化碳的排放要恢复到工业革命之前的排碳量。所以我们虽然不是联合国的成员，我们在今年年初也是政府也是随着发布说2050要净零排放。那
政府有政府要做的部分，企业有企业要做的部分呢。使用油脂当然是一个生产行业，它也是需要对净零做出一些贡献。这个也跟这个观众朋友稍微解释一下，也就是现在呢，在工业革命之后其实整个地球的温度快速的上升了，大概在这近10几年来也就上升了1度多，那其实是很惊人的。所以为什么呢？全世界都需要大量的去投入永续环保的议题其实是真的，就是我们必须要爱护我们的家园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在请这个我们士全哥跟大家介绍看看，那我们到底在整个植物油的生产过程啦，然后整个流程啦，它有哪一些部分是我们可以去投入让我们呢在家里买到1瓶油，其实它后面是好多公司的心血跟所有人的努力。对，那个我刚刚讲说净零排放，在植物油来讲，第一个你就要从你的原料到销售的整个生产线的过程，你要去了解原料端，对，是生产线你排放了多少二氧化碳，是在哪一个阶段排放的量是多少？这个第一个你要先知道，因为你要净零排放，你要先了解自己。那第二个，所以它就是原料端是第一个，对不对？然后再来就是生产制造过程，对，它也是第2个可能会产生碳。然后那个你现场，因为你生产就需要电啦、水啦、蒸汽啦。那现在你要节能减碳，第一个你就要把以前的锅炉用油改成瓦斯啊，这样子可以减少碳的排放。那电力我们没办法，电力大部分就是台湾电力公司提供的，我们没有办法做任何的改变，除非它使用核能减少那个煤炭的燃烧。那第3个就是你工厂的很多设备，你的冰水机啦，你的空气压缩机啦，你的大型的马达需要用很多电的，你可以改用比较新的设备。现在新的马达它的用电量都比原来的少很多，这个也你用电减少了，你就是减少碳排放。那第3个，你就说工厂里面有的蒸汽啦，或者是水啦，你这些都要回收再使用，避免减少，也是减少可以碳排放。那当然你可以利用你的厂房建置那个太阳能设备，那这个太阳能设备当然就可以利用太阳能来发电，那你可以减少使用这个台电燃煤发电的这个电量，那你相对的你的排碳也就是会减少。那整个生产线当然你不可能只改善这些就可以把它降为0，所以我们会希望说你这生产线在你的生产过程中，你就要加入一些碳排放的费用，就好像现在有进入欧盟，你的产品是如果是水泥啦、钢铁啦，你要扣那个碳税。连买来的这个都生产的过程、建造的过程也要扣碳税。对，所以就是说，你以后如果你没有节能减碳，你的产品要销到欧洲、销到美国，你都会遭受要课很大的税负，所以这个对你来讲，你会竞争力会减少。所以我们现在大家开始都要在工厂里面，就是要节能减碳，朝向永续生产这样子。我们刚刚这样听下来其实在精炼油的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项目叫做加热，对不对？因为它在后面脱臭的地方其实是需要透过一个高温的方式让这个油品变得更安全嘛。所以刚刚这样听起来，士全哥在告诉我们是说，它其实就会透过很多的改善，例如说像这个改用瓦斯的方式，然后减少这个其他的燃烧的方法，然后甚至连电都变成绿电，然后来维持整个工厂的运作。哇，那这个其实对于整个我们未来在拿到这些食用油来说，它是一个很大幅度的变革。因为等于是说每一滴油的来源都是经过每一个人很用心的去计算，帮助这个地球减少它的伤害来产生出来的这个精华。哇，这个真的是很不容易
所以像这个，我们一般如果我们在拿到这些用油的时候，我们可以认识哪一些的标章吗？或者它需要符合哪些的安全法规？那这样可以更让我们的消费者在拿到油的时候，除了我节能爱地球以外，我还可以吃得很健康、很安全。对，现在这个在产品上的标示，大部分的一些国际认证都不同意你在上面标示了，所以有一些可以的，就是像它有经过产品的检验，抽样去检验，它才可以标示在上面。就像我们讲的 SQF 啦，或者是台湾的那个 TQF 等等。那刚刚讲说，我们还有一个叫做我们可以标示产品的碳足迹。是碳足迹，就是说我这一罐产品刚刚从原料到原料运输、制造、生产到配送到消费者使用到你的产品废弃，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温室气体，大部分就是用二氧化碳来代表。那它的也就是我们常常在讲的术语，就是从摇篮到坟墓，你把它生出来到它死掉这样子，你用了排放了多少二氧化碳？所以你如果去外面买一罐水，上面有标示，有一个脚板，那个环保署上面有一个脚板的规划，然后上面有写本包装、本罐制造的时候排放了多少二氧化碳。哇，现在可以做到这么精细。对，很多产品都有。那现在我们就是说还要继续，就是说你标示出来，那你还要持续的往下降，减少这个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所以这个是我们目前在永续方面，大家消费者可以了解，可以更支持这些注重这个永续生产的工厂，像它有产品碳足迹的标示，你就可以买他的产品，赞助他的想法，赞助他的公司永续的观念，这样子。是，特助，你刚刚那一句话其实应该可以是说叫做什么？叫从产地到餐桌啦，对不对？我们有听过，还包括废弃，对，还包括丢掉。假设你这个罐子到最后面有回收的就回收，不能回收的就要等于要到焚化炉里面，它会用到多少的二氧化碳把它烧完这样子。所以不只是在生产的过程，连你最终呢运输阶段的交通的这个碳排放量，以及这个最后包装产品可能造成的碳排放，全部都要精算进去。哇，那这个就表示说，我们像刚刚特助就有说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啦。那为什么国产油反而在这方面特别有优势哦？最主要就是因为我们所有的国产油都是不管它是进口的啦，或是在本地生产的啦，我们至少呢都是在台湾去做整个精炼的过程，对不对？那它最后呢生产出来让你拿到手上的都是最短的距离、最短的时间，然后它可以达到最高的减碳量。那这个也是我们为什么选择国产食用油一个很重要的标章。所以那特助是不是我们选择我们的国产油呢？其实也就代表是我们是支持永续跟支持绿能这样子的一个信仰跟信念，这样。对，这个国产刚刚讲说，国产的油，第一个它即时新鲜，就是它不用海运那么久，不用储存那么久，可能国外生产了很久，再运送过来都已经好几个月。那我们国内直接生产就直接贩售，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国产的制造的水准应该是在世界的前端了，所以我们的对于这个产品的品质要求就是站在油脂业的前端。那第三个就是说，因为有这个食安事件之后，那政府还有相关的法规就越来越严格，对这个国内的油脂制造业者也是有非常大的监督的力量。我听说现在法规我们还比国外更严苛，对，我们台湾就是比较奇怪的，就是世界先进的国家的法规都会拿来用啊，日本规定的、美国规定的、欧盟规定的，我们都会拿来用，所以我们就凑起来就比
世界最高标准对，就比世界上的很多国家有些都还没有规定，我们就规定了，我们就一定要实施了，这样是，这也表示说我们的精炼技术也好啦，法规面的食安安全也好啦，或者说在整个永续绿能的部分也好，其实我们的国产用油都是名列前茅，而且等于是全世界的佼佼者这样子哈。哇，那这个其实今天这样子短短一集，哇，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四全特助这样子整个介绍下来，让我们对于国产的食用油有一个全新的认知。也就是我们现在未来我们拿到这个国产油，我觉得我用国产我骄傲，对不对？因为我们又环保爱地球，然后又够安全。哇，非常谢谢我们的特助啊，今天给我们这么精彩的分享啊，相信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也学到了很多。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一起跟我们的听众朋友say goodbye。好，谢谢大家，欢迎这个有机会可以到那个植物油工会啊相关的这个食用油脂的工厂去参观了解一下。台湾最主要的食用油脂就是黄豆、大豆沙拉油，在市面大家可以多用这些国内的食用油脂，共同来建构我们国内食品的安全良好的油脂，这样子。好，谢谢特助，谢谢所有听众朋友，大家下次见，拜拜，拜拜。